湖南省道县田广洞村附近，有一个密布树林的小山岭，漫山遍野地散落着形态各异、装束不同的石人。它们的制作时间从4000年前的上古延续到明朝。另外，石像在鬼仔岭的地面、地下、水塘里都有分布，而且初步估计，数量约有2万甚至更多。对于石像的来历，有人认为它们与上古时期当地盛行的巫鬼文化有关，是淳朴的百姓为了保佑子孙而雕刻出来贡献给神灵。而对此，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刘卫东却提出了疑问，因为他发现其中有一部分石像的材质并非当地所有，而是从外地来的。他认为，如果鬼仔岭上的石像群只是当地特有的巫鬼文化现象而形成的，人们应该不会舍近求远，不用当地的石材，而特地从外地带来。而就当他对此疑惑不解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据当地人介绍，在离鬼仔岭石像群不到200米的地方，就有禹王庙的遗址。而这个线索，在田广洞村主任家保存的一张民国时期的地契上得到了证实。那么，在鬼仔岭这里存在禹王庙，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含义呢？在上古时期，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水灾，庄稼欠收，民不聊生。大禹在经过13年的努力，制服了洪水。后来因为大禹治水有功，舜帝就把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禅让给了他。此外，在鬼仔岭的右边还有一座以象命名的山。象是舜同父异母的弟弟，曾经2次想害舜，但舜都是以德报怨，最终象被舜感化，改邪归正。后来舜帝死后，象曾经跪在舜的灵前3日不起。这个田广洞村这块呢，村口那儿呢，还有一个迎圣祠。这迎圣祠据说就是迎这个舜的，迎舜的灵柩的，他死了这块，他的灵柩在这曾经停灵。在鬼仔岭石像所在的田广洞村口，有一座破旧的祠堂，当地人称为迎圣祠。这一叫法，他们已经流行了数千年，而且传说这里与舜帝有关，因为舜帝死后，灵柩曾经在这里停留过。在迎圣祠的墙壁上画着壁画，画面上有一名身穿黄衣的老者，在一群人的陪同下出行。除此之外，还出现了2个头戴凤冠的女人画像，一个骑马，一个坐车。据当地人传说，这些壁画画的其实就是关于舜帝南巡，以及他的妻子娥皇女英千里寻夫的故事。司马迁的《武帝本纪》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夷。对于舜帝死的那个地点，据推测，大概就是在今天的鬼仔岭所在的湖南中南部地区。而在离鬼仔岭不到30公里的九夷山，就是《史记》中所记载的舜帝葬地。周围有那么多舜的迹象和历史的记载，
然后呢又有舜庙和舜陵的存在，那么我们肯定认定它是跟舜有关的这个建筑。禹王庙、象山、嬴圣祠、舜帝陵，从种种的迹象表明，它们都在指向一个方向——舜帝。那么，鬼仔岭上的石像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此时，湖南省道县文物考古所所长唐中勇向刘卫东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道县的文物部门曾经考察过鬼仔岭，并发现了一些遗迹。在鬼仔岭上方，不是有一个那个天台嘛？天然的天台，一个很高的大岩石上面。现在的就是这个遗址周边的老百姓都说，那个天台就是祭天的。另外，唐中勇还介绍说，当时在考察的时候，他们就在那块被当地人认为是用来祭天的岩石上，发现了一块丹砂石。在这块丹砂石上，刻有一甲骨文形状的符号。那么，对于这个刻在丹砂石上的符号，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唐中勇最初也是一头雾水，但是经过研究大量的文献资料后，最终弄清楚了它的含义。